狂流陣容引爆期待，張頌文、王安與商海博弈30年，譚松韻友情客串先熱議。繼《狂飆》以現象級口碑和收視成績傲立熒屏之後，導演徐紀周並未急於消費成功，而是將目光投向更為宏大的時代命題。最新公開的《狂》系列姊妹篇《狂流》尚未開機便已成為全網矚目的焦點。隨着首播陣容正式曝光，包括張頌文、王安宇的叔侄雙男主組合以及譚松韻的友情客串，熱度驟然攀升。業內普遍將《狂流》視為2025年度極具爆款潛質的重磅劇集，而從其故事格局、產業背景與創作班底來看，這份期待可謂水到渠成。《狂流》繼承繼《狂》系列的現實主義風格，又在題材和敘事上全面進階。與《狂飆》聚焦掃黑反腐不同，《狂流》的視野覆蓋中國汽車工業30年的風雲變遷。劇本選取了改革開放後本土製造業從草莽起步到面臨外資圍剿，再到新能源時代彎道超車的宏大時間軸，以商業博弈與制度革新為敘事主線，呈現產業背後更深層的社會結構與時代邏輯。徐紀周在籌備階段曾坦言，如果說《狂飆》講的是人性與制度的較量，《狂流》講的則是時代與個體的碰撞。這部劇必須足夠宏大，也必須足夠真實。為此，劇組進行了長達2年的行業調研，採訪了近100位汽車製造從業者、工程師、企業創始人與地方管理者，從專利紛爭、技術封鎖到外資合資談判中的博弈細節皆有涉獵。正是這種深扎產業的根基，使得《狂流》在立項初期便順利獲得廣東省重點扶持項目認證，並鎖定央視黃金檔，成為正劇賽道的戰略級作品。若說《狂飆》的高起強讓張頌文實現了從戲好人不火到國民級演員的躍遷，那麼《狂流》的關少傑無疑將成為他演藝生涯的又一關鍵里程碑。關少傑從布料檔口到民族汽車品牌創始人，關少傑的原型並非某一具體人物，而是由多位中國製造業創業者身影拼合而成。他從佛山的布料批發生意起家，憑一槍闖進涉足汽車改裝，再一步步走向整車製造。在產業萌芽期，他依靠直覺和強大的組織力闖出道路，在外資強勢進入的夾擊下，他也曾面臨瀕臨破產的危機。隨着國內汽車產業進入深化改革，他又不得不面對內部腐敗、技術瓶頸以及企業理念迭代等多重考驗。張頌文表示，關少傑比高啟強難演得多。他不是黑與白的對立，而是時代夾縫中的生存者。他的每一步都踩在時代的變動上，成也時代，困也時代。雙引號，人物複雜性超越高啟強。導演直言，關少傑不是簡單的創業英雄，他身上有野心，也有偏執，有責任也有代價。他不是被環境推着走，而是拉着一群人往前衝，但衝得再猛，也難免可能走偏。雙引號，這一評述讓觀眾更為期待張頌文如何詮釋這種時代型人格的厚重層次。如果說張頌文負責撐起角色的縱深，那麼王安宇則承擔了人物成長的橫截面。方逸林作為關少傑的侄子，從小跟隨叔父耳濡目染，對機車、速度、改裝充滿熱情。街頭飛車黨的野火青春。少年時期的方逸林叛逆、衝動、不願受規訓，與產業、人情、責任都格格不入。他的存在為《狂流》的開篇注入了青春躁動的底色，也為人物後續的覺醒埋下伏筆。體制內反腐的正義之刃。一次意外使他進入體制內，從基層調查員做起。面對叔父企業中的灰色地帶，他站在法紀與親情的對峙面前。導演形容
他是《狂》系列中最難拿捏的青年角色，既不能臉譜化正義，也不能淪為道德工具。3. 商業新銳的理念對撞。多年後，他以新一代技術派的身份回歸商界，與老一輩的關少傑展開價值觀衝突：如何面對新能源浪潮？企業該如何擺脫對燃油車路徑的依賴？商業競爭中的倫理界限何在？叔侄二人既是對手，也是彼此最深的鏡子。王安宇能否接住張頌文的戲，成為觀眾最期待的看點。早前網上流傳譚松韻將擔任女主角，如今消息坐實為友情客串。劇組透露，她此次出演是為回報與徐紀周導演因逍遙結緣的合作情誼。雖然戲份不多，卻將在關鍵節點推動人物命運變化。值得關注的是，《狂流》並無傳統意義上的女主角，劇本結構以男性群像為主體，女性角色多承擔情節推進功能，如產業幕後女性力量、法律工作者或媒體調查者等。這一創作選擇雖引發部分觀眾意外，但其去偶像化、重現實性的定位，也讓業內人士頗為認同。狂流最大的雄心不在於人物本身，而在於以宏大敘事呈現國家產業的成長史。燃油車起步草根創業的黃金時代，故事從90年代的大排檔、車間、黑市零件交易切入，揭開中國汽車工業從修車造車的初期階段。劇組深入佛山真實工廠，搭建早期簡陋生產線，讓觀眾得以回望那段激情與混亂並存的年代。外資圍剿專利、資本與制度的三重圍牆。外資品牌大舉進入，本土企業面臨技術封鎖與市場碾壓。劇中將展現合資談判桌上的暗流湧動、產業政策調整、專利戰背後的利益角力等極具現實意義的素材。新能源轉型彎道超車的生死抉擇。隨着時代進入新能源時代，關少傑與方逸林代表的老路徑與新方向發生碰撞。國產電池突破、核心零部件自主化、國際競爭中的新規則，都將在劇中有所呈現。狂流不僅講商業競技，更講產業自強，是一部定位為民族汽車工業史詩的巨作。延續狂飆扎根現實的審美，狂流在選址上同樣堅持實景拍攝。佛山作為珠三角製造業重鎮，既有現代化工業園區，也保留了早期私人加工廠、街區改裝文化的空間結構，極具故事氛圍。劇組搭建長達數百米的流水線裝置，模擬風洞實驗室與試車跑道，並邀請真實工程師參與技術指導，保證機械動作、工序流程的準確性。這一切不僅增強真實感，也傳遞出劇組對產業敬意的創作態度。劇集預計將於2025年1、12月開機，拍攝週期長達半年以上。張頌文、王安宇均在完成手頭項目後無縫進組，以確保角色準備不受分心影響。制片團隊則已提前1年完成大部分場景搭建與技術預製，甚至與部分工廠達成深度合作協議，以便使用真實機械設備拍攝。業內人士評價狂流的制作規模已經接近準工業化標準，是國產行業具向更高成熟度邁進的重要一步。徐紀周能否再次創造緊湊且情緒濃度極高的敘事節奏？商戰題材天然信息量大，邏輯複雜，如何在專業性與可看性之間找到平衡，將決定劇集的受眾廣度。王安宇與張頌文的組合能否成為新的戲劇張力核心？叔侄關係既是親情，也是理念的戰場。若兩人化學反應足夠強，將成為狂流的看點擔當。產業共鳴是否能帶動全民討論？當前國產新能源汽車已進入全球競爭最前線，
此時講述中國汽車工業30年歷程，極易激發社會共情。這一點將成為劇集出圈的決定性因素之一。結語：當時代洪流捲來，個體的選擇便是故事的靈魂。狂流不是單純的商業戲，更不是工業宣傳片，而是一部試圖以人物命運折射國家產業進程的現實主義巨制。張頌文的沉穩深度，王安宇的青春銳氣，譚松韻的溫度點綴，加上徐紀周團隊的扎實制作，讓這部劇在尚未開播前便具備現象級預備役的潛質。當時代的洪流裹挾所有人向前時，每一個個體的掙扎、堅持、迷茫與抉擇，便共同構成了中國汽車工業30年的集體記憶。狂流靜候開機，而觀眾的期待值已經開始提前奔湧。